你选择完你的对手，然后是唐悠悠，直到所有人都战斗过一场之后，再次轮到林峰你。不过你必须要保证一点，不准和同一人战斗。你们的14场战斗，要分别是和除自己之外的14人。另外，不允许都挑战一人。若是他人刚战了一场，就要轮过一轮，才准再次挑战他人。拿到排名靠前御史之人，依旧有优先选择的权利。不过这一次的优势就没有前面那么大了。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最终还是要面对所有的14人，战斗14场次。每个人都要和除自己外的14人战斗，谁都不例外。这不是一场战斗，除了考虑自己的实力外，还要耐力。规则说得够清楚了，想必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。现在都退到一旁去，林峰留下，选择你的第一个对手。林峰的第一位对手，不知道会是何人？这你吗？果然，这些人为了保持实力，肯定要从后面开始挑选对战的。严峰和袁飞扬相识，所以第一个人必然是我。来吧，你放弃吧。放弃？我不想伤你，影响你后面的战斗。这林峰真够狂傲的，直接让他人放弃。人好歹排名第14席位，力量强大，而林峰却直接开口放弃吧，我不想伤你。虽然我只是在戒狱中待了仅仅1天多的时间，但也有些进步，再加上本身的实力，还不至于连一战之力都没有。也许你会胜，但这一战，我至少要试一试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战吧。好强的剑士！面对剑的锋锐，强大的力量本就不会有半点优势。剑杀空间！啊，好可怕的剑气！这林峰不只是擅长佛道金身，在剑道上的造诣更是可怕。剑已经不仅是无形的压迫了，而是真正的攻击。剑道一式，绞杀空间。果然，从一开始我已经怀疑我自己了，因为他曾经击杀过一个如我般强大的人，又跨入了第1戒狱。可事实上，我已经败了。我败了！在。回剑。不是云峰的真正实力，绝对不是。刚才那股剑道意志所蕴含的无与伦比的自信与傲然，太可怕了。玄武境5重对战我玄武境7重，以势压势便获得胜利。云峰的身上仿佛隐藏着一股更可怕的势。好期待后面的战斗，肯定精彩。谁能破林峰祭出他的利剑？第2战轮到唐悠悠了。上一次战斗你败了，我便再挑选你。唐悠悠的长臂如此利剑，除非我拥有比唐悠悠更快的速度，或者更强大的力量。唐悠悠进入的是第2戒狱，我进入的则是第13戒狱。若是要战，可能还是败。这一战，你胜。好嘞。第3战易灵胜，第4战段无道挑战青梦溪，青梦溪放弃。第5战金莫西对阵雨墨。胜的一定是我。天地有正气。连这股浩然正气都破不掉。莫西比之前更可怕了。你以为你踏入了戒狱当中，实力变强，战胜于我？别忘记了，踏入第5戒狱，即便在踏入戒狱之前，你已经不如我，现在依旧不如我。浩然正气！
个吧。不行，还没有结束，我还要战。够了，榴莲还不够吗？我早就劝过你，不道之徒，应当坚如利刃，牢不可摧。够了，也还不够，我就劝过你，道之应当坚如利刃，牢不可摧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。第6战，雪煞挑选了云飞扬，云飞扬认输。西秦剑凌霄对阵扑妖同枯木，是凌霄的剑更好听，凌霄战胜了，取得1胜。第2战，冰封挑选冰魄推子，剑道一指出，冰魄碎，冰封再胜1场。地灵对阵青梦星，青梦星认输。断无道对阵枯木，枯木不死。雪煞对阵凌霄，经历了1场头战，雪煞险胜。接下来，雨墨挑选云飞扬。为什么？你也让我出手。你看云飞，你怎么还站在那里？还不是直接下去？飞扬不战，面对雪煞的攻击，他面对枯木的攻击，他面对雨墨的攻战，这是为什么？那我说，你还真没有用，至少也要拿出点实力来试试。认输，送你一程。啊！忍胜！天地有大事，任何手段都不过是沈阳，一切都是谎话，湮灭。这种巅峰技能，修炼到什么时候？既然说他隐匿了修为。一头，让叫你死！八卦，大勇气，要你死！所谓不虚啊！不好，雨魔动用了全部实力，云飞扬要有危险了。认输！我杀你，你必死！认输也要杀？真的被云飞扬激怒了。第1场被君莫西击败，第2场被排名最末的云飞扬击伤，这次一共进行了2场战斗。是凌风，厉害！厉害做出全部阵会有多强？发出巅峰的雨墨不成？不喜！我不是正面斩了你的武，别忘了，是你没被推死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应该比我伤得重。我伤得比你重，还敢继续吗？不用激我，认输便是认输。继续。前辈，他们已经是第2轮的最后一轮，接下来又是轮到我了。不知我能否挑选他与我们战？按照规矩，即便是另外1轮，也不好连续2次挑战的。但若是雨墨他自己同意的话，另当别论。
1重的剑道意志，这难道就足以弥补那3重的境界差距？当然同意，为什么不同意？你去吧，他便交给我。好，我使他收了他的命，记得不要留情。当然。这枚丹药足以让你的伤势恢复，你不需要担心这枚丹药会有问题。有无常前辈在，众多前辈高人都在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若对你施手段，脱下他，你若战死，当然，你若是能杀我，我已经愿。好，很好。我想杀你已经很久，现在是你自己谋反。你以为拥有剑道的意志就很强大？与我之间的境界差距是不可弥补的。接下来，就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吧，雨墨。没有了对付云飞扬一样，直接动用八卦图案的力量，而是以恐怖的势去压迫林峰。差距是不可弥补的。接下来，就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吧。境界的差距的确不大，然而我以玄武境5重的修为，就可杀玄武境7重之人。若我踏入玄武境6重，甚至更强呢。玄武境6重，他竟然隐藏了一层实力。玄武境6重又怎样？境界越强，每一个境界间的差距也就越大。玄武境8重与玄武境6重的差距，可是远远大于玄武境7重与玄武境5重。况且我雨墨玄武境8重巅峰，岂会畏惧你小小的玄武境6重？你依旧必死。是吗？玄武境7重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！林峰7日时间不做其他事，全部用来修炼，也不可能连续突破2大境界。难道林峰以前就隐匿了修为？现在不知道你是否还如刚才那般杀7重又如何？八卦，西域神容，神与一合，12剑，破！血色八卦，你再抵抗，必死。剑合一，天人合一，地面合一。1、3剑，住！住手！雨墨已经败了，我代他认输。我不会参与，只是保雨墨一命而已。刚才那一刻，你是对我攻击了，这不算参与。小辈，做人留一线，何必出手太狠辣？我认输便可以了。回你该去的地方，等下一场战斗开始吧。哼，可笑！难道是我要无缘无故杀雨墨？叶前辈，他们违背了规则，对吗？相信你。参加雪域大比的人都是天才，神宫也不希望他们死。若非雨墨要先杀人，我也会出手阻止林峰。但是，既然雨墨已经下杀手，结局如何就由他们自己定。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你若再出手，7成
墨，在堕天不遇，你弃我之时，可曾想到会有今日？刚才只是拿你试剑，杀你一剑足矣。玄武境悉数击剑，重剑都一指一剑夺灭，是玄武境八重巅峰之余墨。但是你带走，还是我来处理？我会带走。上了银剑男子之后，我直接挑战了6域秦羽潇潇，连续挑战，玄武战，林峰全胜。因为雨墨轮空，和林峰一样5战全胜的人，还有帝陵、段无道、君莫西、血煞、凌霄等5人。哦，不对，还有唐悠悠也胜了5战，这倒是挺出乎意料的。接下来第6战，林峰对阵的是枯木。若是林峰能够战胜枯木的话，前6席位就没有悬念。能够一剑斩杀雨墨，是力毋庸置疑，不能马虎大意。大意卖的就是自己。出！一开始就释放我，很看得起我吧？难怪叫苦。原来武魂就是苦，还挺奇特。不见吧？动！你虽然实力厉害，不拿出血剑想要战胜我，怕不等。若不是雨墨，不会如他那样。剑，并不是我唯一的手段。就如你们以为，认为我只是擅长金身一类，对付你枯木，剑来最适合。林峰，竟还有其他强大的手段。对付枯木，不出血剑，用火焰。就试试你的火焰。我困住了。是意志力的。估计意志的力量不是你想破就能破。是吧？试试。林峰竟也拥有这意志。这方面的领悟境界，剑有剑道意志。悟出了无极之界的意志，林峰也悟出了火焰意志。你有火焰的意志力量。
结束。那个弱的地方，不可能会有如此恐怖的地方，让你生存。对吧？对，是幻觉。你认为枯萎，真的一定是这样。说，影响领土分毫。双眸变得那么黑了，深邃，不是无底无渊，冷，那么的无情。在我面前，你的力量似乎完全被克制。怎么？真元凝聚而成的剑。灭！要灭！这一缕蕴含意志的火焰，竟让我耗费了不小的力量才磨灭，差点焚烧全身。太阳之火，云峰的火焰很可怕，触之即燃，根本无法轻易扑灭。若是在战斗中被他的火焰缠住，绝对会非常麻烦，真是无力。狐妖童是很厉害，但似乎与领风克制的死了。不战了！这一战我败。认输了？来前60位没有悬念了。3位雪域8大天才，这应该是整个雪域大地最大的意外了。这样一个天赋绝伦的青年，可笑，一天竟然没有人认识他。接下来唐悠悠挑选了，他会挑谁呀？我选凌霄。后面还有不少人没有战，就直接要挑战我，有点意思。这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林峰，他是你的人吗？啊？竟然问这样的问题？他们都是龙山帝国的，都以林峰为轴心，这唐悠悠也是。不过，似乎和林峰的关系有些不一样。难道真的如同凌霄问的那样，林峰是唐悠悠的男人？这凌霄不关心战斗与否，竟问林峰是不是我男人？你此话何意？小雨，她是我师妹，也是我心爱的女人。林峰与你，倒是与我和师妹的关系有几分相似。林峰他击败我的师妹，那我是否应该从你身上找回来？林霄这是要为雨潇潇出气。师妹，今日雪域大比，师尊在这儿，天下之人也都在此。师兄，我会告诉所有人，我凌霄会用我的实力，永远保护我心爱的女人。原来如此。师妹，我这就告诉师尊，也告诉你，凌霄拥有这决心与资格，你应该要感到荣幸，是这一刻的见证者。见证者。剑道意志，3重。提起你之前绽放的剑道意志，让我感觉浑身都被牢牢的锁定。这应该是雪域大比中遇到的最强对手，超乎想象中的强大。
激情之间绽放的剑道意志，让我感觉浑身都被牢牢的锁定。这应该是雪域大比中遇到的最强对手，超乎想象中的强大。好可怕的剑道！不仅林峰被低估了，凌霄也被低估了。3重意志的激情剑道，唐悠悠绝对无法抵挡得住了。至凌霄会不会将唐悠悠击杀？凌霄竟然会将唐悠悠作为他绝技告回凌晨，看来他早已经想好，要在雪域大比的站台上告白，要用他的荣耀来向雨潇潇告白，证明即便这陪衬之人不是唐悠悠，凌霄也会将其他人作为陪衬。看此时这凌霄的架势，唐悠悠恐怕真会有危险。激情剑，绽放吧！天意，认输！我认输。杀！他已经承认败北，所以我这出手并不丧为土地。对，军队。确实很机智，也让唐悠悠喊出“认输”2字再出手，这样道人口德，他出手也不算是违背规则。对，不算。凌霄，你要用强大的手段抹杀或者击伤他人来印证。你要告诉你心爱的你能够保护他，你的情可颂。但是，这本该可颂的情谊，莫要成为悲凉的回忆。风，你怎么会和我战？我在与你算账。小剑，好强！而林峰的血剑也是那么的强。看来2个绝世剑道天才的碰撞不可避免了。多谢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伤势重，用不着血魂草了，我自己恢复片刻便行。哪有你说的那么难？找个空地，好好调养。刚刚帝灵和段无道依旧是那么的强势，完胜。轮到君莫西上台了，他会挑选谁呀？君莫西在看着凌霄，不是要为唐悠悠出头？也对，他们都是一个地方。刚刚凌霄伤了唐悠悠，出头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若是君莫西他和凌霄战，会是什么结局？君莫西，把他留给我。让给你。多谢了。虽然我不欺负女人，但每个人总是要占一种。就你吧，雨潇潇。看来唐悠悠也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现在，君莫西想要出头，阴风也想要出头。认输。认输？8大天才当中，要数雨潇潇的实力最弱一点。凌霄只是在为他保驾护航。君莫西连雨墨都能轻易战胜，雨潇潇也不在话下。被聪明的结果，在激着凌风战斗了。战斗，请马让我记住吧，外面是知道。这样，不是认输，战斗无以降。你都往凌风上场了，有好戏看了。还需要我找？你不找我战，我也不忙。剑修剑的战，按血剑，无剑可避。好可怕的剑！修剑和影手剑，仿佛都拥有自己的生命一样。剑意冲天，只拥有生命的剑。你的剑不错，而且也拥有3重剑的力量。同为剑修，我给你一剑结束战斗。这才对。
该是属于男人的战斗。我就用这一场胜利，再度告诉世人，今日的雪域大比，剑道威武无尊。我也要以这场胜利告诉小雨，小能永远像我的剑一样，像披靡。我也要以这场胜利告诉小雨，小能永远像我的剑一样，像披靡。你的情没有，你的豪气也没有，错就错在你凌霄选错了垫背的。是吗？那我就看看你一柄血剑，如何抵挡我七情之剑。杀！疯了！林峰没有和凌霄一样御剑，是以肉身之躯抽象了对方的无尽剑芒，这是在找死吗？竟然是剑道意志4重境，完全碾压凌霄！小二，凌霄没死，却断了一条手臂。剑道意志第4重与剑道意志第3重之间，不只是多1重，但这1重的剑道意志却是拥有巨大差距的。虽说只多1重境意志，但却极难领悟，甚至可能比武道修为境界上的突破还要困难。其中的差距也是无可弥补的。林峰的4重剑道意志，简直是一剑破万法。短时间判若两人，凌霄从天堂到地狱。可惜了，又是一个天才。凌霄的一条手臂被斩落，他这天才之名也要陨落。你陨落之后，你是第2个陨落在林峰手里的天才。你的情没有，但是你的血错。凌霄千不该万不该，选择了他和唐悠悠2人来作为陪衬，来作为他示爱崛起的垫脚石。我真的选择错人了吗？剑道意志4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林峰他还隐藏了实力？不要走，还没输。你现在的状态已无法再战，下去吧。报告刘璋，师尊，我的手臂。剑修攻击强大，心念一动，御剑而行。强大的剑修，心念电转间，杀人于千百里之外。一条手臂算不得什么，依旧无法阻挡剑修前进的步伐。剑修，
心念而动，难于行。凌霄，没有手臂，你依旧可以成为一名强大的剑修，凌驾于九霄之上，这还不辜负我为你取名凌霄。师尊，我懂了。这老者声音当中，仿佛有一股能力，让本该自甘堕落的凌霄重拾了信心。不愧是天武境界的强大存在。好了，继续吧，唐悠悠。啊。你可以挑选地灵，或者断无道灵，然后认输。这一战也算是过去。这一战，我挑选林峰。不过，我认输。唐悠悠认输，再加上前面的7场胜利，林峰8战全胜。以林峰的实力，进入前5是必然的。血域大比的排名，他也能跨入前5之列。接下来便是不知道林峰与血煞之间谁更厉害一些。至于地灵和断无道，恐怕林峰想要战胜会很难。只有4场了。这一轮过后，都剩下最后4场，终极战斗就快要开始了。我认输。我认输。先是青梦星对林峰认输，然后又是云飞扬对林峰认输，他们似乎都在促成林峰10场全胜。林峰就只剩下4个对手了：地灵、血煞、断无道、君莫西，最强的4人。接下来就该血域大比最厉害的强者对决，终于要来临了。血煞与君莫西的这一场战斗，将决定前5席位中的2个位置，谁前谁后。血煞，天煞宫最天才的弟子，阴煞老人得意门徒，一身邪功厉害至极，乃是血域大比最邪之天才。君莫西，龙山帝国皇子殿下，修炼的乃是浩然正气，天地间正义之气。2人一正一邪，而且都是那般的强大，都是稳稳当当的踏入前5名额的不二人选。前5名额的不二人选，浩然正气，九霄大陆，道正气，强者为尊，哪来的什么正邪之分？谁强大，谁就是正；谁弱小，将受人欺凌。你能让他们兴奋，让他们关注，不是因为你的浩然正气。是因为你实力很强而已。我知道，但
修炼浩然正气的人，总归比修炼一身邪功的人，要让人更容易接受，更容易喜欢一些。战胜了你，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了。来吧，这就是正气，经受邪恶的洗礼吧。邪恶的力量只会被正气所净化。不好，这尸气有毒！啊，毒辣的掌力，好可怕的尸气！这血场的实力要比雨墨强许多。气烈海，出来！幽灵的神气，正气，除凡邪恶，净化。这一步，无以自傲了。雷武魂，杀！这，可惜，感觉如何？话说得好。我想说的是，只有你懂你不死武魂。而是不死武魂。这是什么武魂？接上，认输吧，你打不过他。他的武魂极其罕见的不死武魂，不死不灭，任何强大的攻击落在他身上都杀不死，能够瞬间恢复。想杀死只有一种方法，绝强的力量对他进行攻击，一次性让他不止，让魂飞魄散。这样，即便拥有不死武魂，也已经死了，无法恢复。天武境之下，想要直接将他抹杀透彻，不可能。这仗还怎么打？天武境之下，不死不灭，多可怕的武魂啊！死武魂，看来我败不远。你的武魂也很厉害，也是我正好特长。莫西这么轻松打倒了血煞，好可怕的实力！看来莫西是前4的席位了。这次大比，已经确定前5名。龙山帝国占了5位，龙山帝国的实力闻名于世。林峰，轮到你了。似乎就要杀我，那么现在我就给你杀我的机会。拿你来帮我战败为止。夜是最喜欢的，黑暗是为我而生。你一直认为自己最强大，但如今都已败走，竟然还有这样，我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。因为莫西他已经压境，以浩然正气击败你，我便以魔镇压邪恶，看看是魔强还是邪强。
莫西他以正压邪，以浩然正气击败你，那么我便以魔镇压邪恶，看看是魔强还是邪强。风，难道还有地来？看不透，看不透啊！随意，其实我也啊，这是魔尊！对，就是魔尊！此刻的林峰拥有了魔的躯体，化身成为魔尊，要以魔压迫邪恶。难道他的武魂是这等魔物吗？弄鬼！化身魔尊又如何？照样杀你！士气，快！我未解湿气。啊，是吗？信？看看你的防御之力有多强！防御之力，谁说我一定要防御？可笑！正好，稳住！我尊躯体又如何？7重而已，照样破灭。只用我的力量，只是稍微触动了我的尊，你就觉得火药？就这，还妄想成为第一天才？我会让你见识一番，什么是真正的魔尊。我地狱！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？居然是修罗魔王、夜叉魔神、不动明魔，3尊魔神。这林峰的手段怎么会如此的厉害？你要杀我，我现在就看你怎么杀我。认输！就这，我还没出手，杀我，你有资格。若不是又一次认输，恐怕你都死了2次了。你到底是什么可怕的功法？月下碰到林峰这样的怪物，不认输等死吗？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队伍，却妄想天才，连输2次的家伙，还妄想拿雪域大比第1，凭什么？凭认输吗？废物就是废物！哈！废物就是废物。血煞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，武魂也是非常的厉害，可惜他碰到了2个更变态的天才，如今更是心魔入体，以后的武道，唉。接下来，唐悠悠还是放弃了战斗，灵魂受创的他已经无力一战。最后是帝灵挑选了君莫西。你的浩然正气与不死武魂都很强，然而不死武魂也是有极限的。武魂就是魂魄的力量，只要不断伤你，打破你的极限，照样能对你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势。若是力量更强大，甚至能够杀了你，再强大的武魂，终究也是要靠强大的力量才维持。你是说，你要来打破我的极限，击败我？当然，这雪域大比是属于我的武力，你对我构不成威胁，血煞更不，林峰也威胁不到我，只有段无道，他又怎么和我对峙？咱都狂妄的苍天血，地灵。行不行？也要战才知道。战，这是当然。你出手吧。正气。
说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浩然正气对我不用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拼一拼。天地浩然，正气不灭。这才对。现在我就让你品味一下苍天血的厉害。好厉害！难怪帝灵被誉为是雪域最强天才。君莫欺，既然你拥有不死武魂，我就让你尝尝一重天的威力。继巨龙象，够好吧？很好，不死武，不愧是神秘强大。不过现在，我就让你见识我的武魂——苍天血。苍天武魂。苍天武魂，无影无形，苍天之力，感觉天地都要掌控在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原来你知道，拥有不死武，你是不，但是你的力永远不可能胜。这么强，我看你的不死武魂坚持多久？看来是时候了。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一战？我认输。你言语虽高傲，但也一定很恨我的不死武魂吧？怎么杀都杀不死我？走喽！看清他的力量了吗？看清了便好，我还指望你为我报仇呢。伯千利，简直太精彩了！不死武魂的君莫西已经够强大了，但依旧是败了。这一战，或者是宣告苍天血帝灵的王者霸位吧。对呀，这一战之后，就意味着帝灵已经踏入了前3的席位。至于君莫西，他的排名也许是第3，也许是第4，这就要看他与林峰争夺了。下一站，断无道。雪少，来吧，给
这战一定要胜。这一战，雪煞估计也没希望。认输吧。认输？我倒要看看你这雪月的无道太子能有多么无道。好可怕的王者之躯！懒得浪费时间了。血脉之力，傲傲而旋。滚，废物，自讨苦吃。啊，断无道好可怕！那股王者之气好霸道。不知道他和地灵谁强一分，好期待他们之间的战斗。真不甘呐！才断无道那一拳，有我封印的力量，让我无所遁形，处可逃。一轮过后，雨潇潇和枯木连战连胜，还有青梦星以及云飞扬，这些人的战斗当中未逢一败。大比继续。林峰，断无道一招击败血煞，其实力不会比地灵弱，也是妖孽天才。没想到小小的雪月国出了你们2个妖孽，连我都镇压不住。另外，我已经败了一场无法保持全胜之战绩，所以接下来的战斗我准备放弃，让你去争，如何？君莫西的意思是？好，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薛前辈，这一战，我选择君莫西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一个阵营的吗？可以。薛前辈，这一战我认输。认输？君莫西认输了？哦，我懂了，君莫西和唐悠悠都有败绩，所以选择放弃，是想送林峰进入前3，和地灵断无道去争啊。君莫西和唐悠悠都有败绩，所以选择放弃，是想送林峰进入前3，和地灵断无道去争啊。地灵被誉为是雪域年轻一代中的最强天才，而断无道霸道无双，一直都是地灵的强劲对手。现在又杀出了林峰这匹黑马，不知谁会走到最后啊！断无道，击败你，我就是雪域大比的第1，雪域最强之人。看来我地灵登顶之战要提前了。第1是我的。他们好像忘记了还有一个人。战吧！是。好霸道的2人，
一个苍天霸者，一个王者霸道，这一战是终极之战呐！苍天拳，霸道王拳。段武道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但是胜利一定是属于我帝灵的。苍天写地灵，想要领悟苍天意志，天地都阻止。但是，有那么容易吗？这天地不是你的天地。风，是封印之门。血月国王是血魂武者，武道实战强，比段无涯强很多。很好，段武道，让我来见识一下封印之门的力量，到底能不能封住我？叶苍天，杀！杀！杀！南野雪月太子段无道拥有血脉武魂，其武魂是封印之门，看来传言为真。而且这传言中的封印之门竟然如此厉害，地灵居然都破不开。地灵，封印之门出现，没有任何的机会。很好，段武道，你竟然能破我到这一步，厉害！让你看看什么叫苍天血脉。封印不住你的苍天血脉，封印你的人。苍天之血，给我破！松动了，居然有不稳的迹象，速战速决。有手段，不到，下一定会战胜你，洗刷今日之耻。不，这地灵坏了！应该是的，已经被无道太子种下了封印。帝灵和段无道，快下去休息吧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剩下最后一战，明天继续。看来雪域大比的排名已经可以定格了。段无道为雪域大比的冠军，最强的天才。兄弟，这有什么疑问吗？段无道第一，地灵次之，林峰排名第3。也许还会有奇迹哦。那个。啊！地灵和段无道终于恢复好了，决战要开始了。林峰会挑选谁？林峰，现在你的选择是地灵还是段无道？既然段无道战胜了地灵，那么先从地灵开始。来吧。何必呢？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战斗了。我和你战毫无必要，你的选择只是找虐而已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雪域大比最强，但现在林峰太大胆了，无疑是在讽刺地灵败给了段无道。很好，既然你要战，那么告诉我，何谓祈福撼树？何谓自不量力？话别说太满，打脸！偶饮而已，请别想要争锋。清醒吧！
压迫林峰。貌似扭曲的空间造成错觉，异灵太强了。也许他和段无道战斗的时候无法感觉出他的强大，但他与林峰战的时候，随意一击，就好像要将林峰抹杀掉。苍天，剑道意志，起！剑道意志2重，3重，4重，剑气还在疯狂的递增，不会是要突破吧？杀！剑道意志第5重，战尊凌霄的手臂只用了4重的剑道意志，林峰还隐藏了实力。有意思，剑道意志5。杀！第2剑，3剑，第4剑，厉害，好像压制着地灵。谁说林峰没有一战之力？给我滚！第13剑。什么情况？竟然受伤了！受伤了！你在凌风银血剑第13剑之下竟然受伤了！你伤了我！一幅汉术，如此量力而已。这地灵的实力很可怕。银血13剑最后一剑，以剑道意志5重的力量，竟也只是伤了他而已。忏悔吧！忏悔？我从来不知忏悔为何物。玄武境8重，太过震撼！玄武境8重修为，5重的剑道意志，此刻的林峰，还是完完整整的林峰吗？玄武境8重修为。记得雪域大比刚开始时，林峰只是玄武境5重修为，没有可怕剑道意志的小人物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。林峰如今的实力，战胜玄武境9重强者都不在话下，要灭云家，轻而易举。我与林峰的仇怨早已不是一日2日，许多次去杀林峰都没有成功。如今林峰拥有了强横的实力，会放过我万寿门吗？妖孽呀！岳家一直苦心培养天命，让天命成才，但天命在林峰面前连发挥出自己实力的资格都没有，真是糊涂啊！玄武境8重，好，很好。剑无所不灭，唯我独尊。地灵的威势好恐怖，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。林峰的剑同样的强，中国的剑之意志要撕裂苍天，是要以一击定夺胜负吗？是我看错了吧？林峰好像消失了，好像只有剑在那里。是人与剑合，人与天合。林峰消失了，唯有一柄如血之剑在绽放着属于他的光辉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有炸裂的声响，又有一股寂灭的气息。是结束了吗？这一战谁胜谁败啊？李灵又受伤了。你眼中的蝼蚁，似乎也能撼动苍天。赢了。黑马，林峰绝对是黑马，他战胜了地灵。也就是说，林峰会去争夺雪域大比的第1席位。玉石，林峰当时的玉石排名是第1。看来他拿到排名第1的玉石，仅仅是运气呢。
那么简单，只是都以为他是运气。他拿到排名第1的玉齿，不仅仅是运气那么简单，当时都以为他是运气。是越国林峰，我见证了林峰的崛起，那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，照耀雪域的星空。一直以为我最大的对手是地灵，正是我的人都没有踏进过简单行为。第1和第2全都来自我雪月，真是罕见。亲眼见到，会创造历史的一天。林峰，要休息多久？休息。只要你愿意，可以随意些。时间由你定，最终的决战对你很重要，不可草率了事。林峰，恢复一盘再战吧。放心吧，我在那场。一台击败地灵，说效果不大，这让地灵颜面何存啊！太嚣张了吧！好吧，既然你要坚持，直接战吧。我知道，听说你要娶我朋友。万无道一直前听说很少动用乱世，对这些事竟有知道之意。对了，我和万无道之间竟然还有这种瓜葛，我确实很疑惑，最后走到我面前的必然会是你。不过，雪月国能够出一个我，一个你，这也算是一种荣耀。你不需要听我拿2弟的话，我让你娶我红妹，你跟着我，一定会做大。但是，最终的雪域青年第1人，一定是属于我，你不会有任何机会。我不需要你，同样，我也不需要断无涯的手。如今，站在这雪域大比的舞台，我争夺荣耀，争夺第1，将来迎娶基业，没有人敢退我。所有人都只会羡慕，都会祝福我的荣耀，同样是基业的。既然你从雪月而来，你应该知道我。太子断无道，生性无道，防逆。但是，前提你先站上我，再说那话不行。莫要和他一样，最终打只是自己的领。既如此，这造黄泉。发闪风影之门，领悟封印之意志，翻手，然
都是封印的力量。剑，血13剑，影之门，难怪能战胜地主，玄武境8成修为，剑道一指第5重，以及那柄血剑，在天武境之下，已经鲜有人能胜过。但是，封印之门的荣光之下，没有任何机会的。封住！唐总，好的掉！封印之门属于灵魂，那么一点说。破了！封印之门被破开了！快看，段无道受伤了！我需要封印之门使用，不可能是无穷无尽的。你恐怕使用不出第二种，灵魂受到创伤的你，如何呵护？你会看到，真正的天才强者是能够将武魂的力量融于自身，即使不依靠武魂，依旧能够使用强悍力量。巴山封印之门不在，封印依旧。今天就告诉你，何谓天才？应领域。快点人呐！领域。快点人呐！这就是封印的空间领域。林峰，在我的领域，你的一切力量都是那么渺小。认输吧，出去了，我认你这个妹子。哼，你确定你的封印力量能够封住我？嗯，你看清楚了，与我破！我的封印领域被他破开了。封印领域不错，可惜你灵魂力量与不如。现在呢，你还那么认为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破了我的封印领域又能如何？拿什么与我一战？你的武魂已经用过了，但你不要忘记，我的武魂还没有使用过。
大头苍龙，不对，是九头天狮兽。这个武魂好眼熟，好强的灵魂力量。药，灵魂力量波动，归元丹吗？炎噬。去！败了！什么？败了！断无道败了！何谓天才？林峰，这雪域大比最耀眼的天才。我宣布，林峰此次雪域大比第一。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林峰，恭喜你！兄弟，你真的做到了！谢谢你们。诸位，雪域大比结束了。无论你们排名如何，都准备一下，一起再去神宫一趟吧。我什么赏赐？对，出发吧。慢！天武境，十几个天武境强者。诸位不像是雪域之人，从何而来？此刻又是意欲何为呀？你们神宫也不属于雪域，不也在雪域招摇撞骗吗？人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神宫在雪域建立根基已经有几百年之久，雪域大比10年一度。我神宫从雪域挖掘青年天才，让他们不断变得强大，何来不属于雪域之说？又何谓招摇撞骗？我雪中送炭男，雪上添花易，他们本就是雪域的天才。你们神宫将他们召集而来，进行所谓的雪域大比，的确是将雪域的天才聚集。是培养天才，纯属胡言乱语。天才谁不会培养？这不仅仅是你神功能，你敢说你神宫赏赐他们，让他们做事吗？做事？神官需要我们做事？做什么事啊？神宫会遵循他们的意见，让他们自由选择，绝对不会强迫。既然你遵循他们的意见，让他们自己选择，不如现在就将事情摊开来说，让他们自己来选择。等到了神宫，还叫什么选择？他们还有选择的资格吗？你们这些都是什么人？什么意思？不准这些人走啊！诸位千里迢迢来雪域迷城，倒是辛苦了。然而，我们神宫的事，似乎还轮不到诸位来操心吧？还好公主到了。
王的金龙王。原来这些人伪装了行刑。大人，亮明身份吧，让我北冥一个一个的去猜。斗气系，每一方势力都拥有好几个天王，这几股势力真是可怕。对于雪域而言，足以颠覆一切。在龙宫，天皇土，九霄剑门，老小的雪域，能吸引诸位大将，我北冥应该感到荣幸。强悍的势力，一方势力神功齐名，一方诸强如今齐聚雪域，看来神功也是奇差有招。料想到这些强者也在这一时刻，这么多天才，不应该都是公子。既然我们来了这里，自己选择吧。本以为雪域大名后，没想到原来就这么巧，出现了如此多的强者。你想怎么让他们选？我们五方势力，每人说一段话，然后让他们自己来选择。你们以为如何？我没意见。同意。那谁先说？啊，你们神宫为主方，就由你北冥先说。好，我神宫号召雪域举行雪域大比，一直都在帮助诸位提升修为、提升实力。这一点，相信诸位都有目共睹。诸位都是雪域的天才，我神宫当然有拉拢之心。若是诸位愿意加入我神宫，我神宫必然会厚待诸位。当然，即便诸位不愿入我神宫，神宫也不会勉强。我只希望诸位能帮助我神宫做一件事情，那件事也是他们来此的目的。我希望诸位慎重考虑。做一件事，另外四股强悍势力也是为此而来。北冰公主说完了，对吗？接下来来吧。雨峰，直接点我的名字。我东海龙宫是东海帝国之霸主，而东海帝国是中品帝国。你知你们雪域四大下品帝国，知道要强悍多少倍？这样一股强悍的势力，掌控在我东海龙宫手中，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势力有多强。这东海龙宫竟是中品帝国，而雪域的四大帝国都仅仅是下品帝国而已。我东海龙宫武魂乃是龙魂，修炼的功法也与真龙有关。而你林峰所拥有的武魂是九龙天噬兽，苍龙的一种。若是入我龙宫，经过雕琢，必成大器。到时候，天级功法武技任你挑选。可恶！金龙王似乎早有准备，比我的条件更具有诱惑力。总之，林峰，即便你不加入我龙宫，我东海龙宫也愿意让你成为客卿。到时候，四大龙王甚至龙主大人亲自指导你修炼，这对你而言绝对是莫大的机遇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
是龙主大人亲自指导你修炼，这对你而言绝对是莫大的机遇，你可要考虑清楚。不过的条件待遇，有林峰加入，天启的功法武技任由林峰挑选，而且功法武技可能与林峰的武魂龙有关，发挥出强悍的威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机会得到四大龙王以及龙主的指导修炼。听说这紫金龙王开出的条件让人难以拒绝。金龙王，这话说多了些。等等，马上就好。其他人愿意加入我东海龙宫的，我龙宫都愿意奉为上宾。你们将有机会成为东海帝国霸主的一份子，靠着区区血域，就可以横着走，无人敢动分毫。我说完了。这条件太有诱惑力了。第二个，来吧，林峰，元武境8重修为，直到意志定。你在剑道之上的成就让我震惊。我九霄剑门有多强大，不做介绍。总之，与东海龙宫是同级势力，在我九霄剑门当中拥有剑尊。你若是加入我们，可以最快的速度彻底领悟剑道意志，成就剑之奥义，一剑斩破九霄。我九霄剑门最适合你的剑之奥义。还有你的剑同样欢迎加入我九霄剑门，成为真正强大的剑修。我九霄剑门全部都是剑修，绝只收剑修。过来，王道、君莫西，你们都拥有王者血脉，一个霸道不道的魔道之气，一个浩然正气。我玉天王国最看重他人，随时欢迎你加入。还有帝灵，虽然你没有天生王气，但苍天血脉霸道，我们玉天皇国可以让你成就王者霸气。轮到我了，林峰，你拥有魔尊之身，显然修炼了强大的魔道功法。若是愿意成为我魔宗一份子，我魔宗将让你成为强大的魔徒，真正的魔尊。一剑
雪域大比的其中一个目的。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代表我神宫势力，神宫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人。北冥公主说的没错，你们若是愿意加入我东海龙宫，代表我东海龙宫踏入其中，我们所给的条件绝对会比神宫能给你们的更优越。即便你们不愿踏入秘境，东海龙宫一样欢迎你们加入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也需要考虑。李峰，我不会加入任何一方势力。林峰会加入任何一方势力，全部拒绝。这么震撼的条件，他都能够拒绝？至于是否代表神宫进入那秘境，我需要了解清楚，再考虑。是否代表神宫，也就意味着拒绝了其他势力，只考虑神宫。是否需要再仔细考虑一下？这种机会错过了，也许以后你会感到遗憾或者后悔。不会后悔。诸位的厚爱，林峰谢过，但林峰心中有了决断，只能说抱歉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东海龙宫便也不强求了。也许会错过很多，但此次雪域大比是神宫成就了我。我若为了利益而敌对神宫，这有违本心。其他人，有谁愿意加入我东海龙宫，我一样欢迎之至。此次雪域大比排名前5的人，只要加入东海龙宫，赏赐天级功法或者武技一套；其他人愿意加入，赏赐地级巅峰功法或者武技。天级的功法武技，这种可怕的武技，别说得到，想要见识到都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威力必是骇人呐。还有地级巅峰的神通法术，想要自己得到很难呐。而加入东海龙宫，立刻就可以得到。帝灵，父亲，苍天血脉，你拥有苍天之霸气，东海龙宫也许会适合你。是帝灵的父亲帝释天，帝灵会怎么选择？加入就有天级功法。我愿意加入东海龙宫。好，若回到东海龙宫后，天级功法武技可以挑选一套。我也愿意加入东海龙宫。我也愿意加入，我也加入。好，很好，欢迎诸位。乱无道，君莫惜。玉天皇族给予你们的待遇，不会比东海龙宫的条件差。你们的选择是？林峰已有选择，帝灵加入了东海龙宫，将获得天级的神通。若我不加入一股强悍势力，也许将会很快被林峰甩开，被帝灵超越。我需要一股外力，摆脱桎梏，踏入天武之境，甚至更强。我有个条件，玉天皇族不得约束我的自由。加入玉天皇族，我依旧是我，乱无道。这就是天才拥有的权利吗？还可以讲条件？好，玉天皇族这种恐怖实力，别人央求着想要进去都不行，那段无道却可以讲自己的要求。我答应你，没有特殊之事，你依旧是你。玉天皇族不会约束你分毫。好，我愿入玉天皇族，但若有一天，玉天皇族所为与你所说不符，我段无道便不会承认我是玉天皇族之人。欢迎欢迎。你呢，君莫惜？我和林峰一样，不习惯被势力所束缚，所以抱歉了。好吧，你们的选择我不会强求。我选方都魔宗，我选玉天皇族。林峰没有加入任何势力，但有可能会选择神宫。第2的段无道加入了玉天皇族，第3的帝灵加入东海龙宫，第4的君莫惜，第6的唐悠悠，以及第8的云飞扬和林峰的选择一样。第5的血煞也没有选择任何势力，天煞宗本就是一方势力。第7的凌霄选择了九霄剑门，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选择。但
但受到的关注不如前面的8强。现在，你们是不是该离开这雪域迷城了？现在，你们是不是该离开这雪域迷城了？北冥公主，也许不久之后，我们又会再见面。愿加入我东海龙宫的人，跟我走吧。此次雪域大战，是神宫在幕后号召，做了许多事情，甚至默默的让他们培养变得强大。但现在，势力突然出现，让这么多天才俯视。来了，发展天才，更重要的是神宫聚集天才的计划。你们的选择会有两种：一，走，现在跟我去神宫，接受神宫的赏赐吧。等等，这个林峰不会变卦了吧？若他加入那几股势力中的一股，对神宫而言，绝对不是好事。前辈，我想要带几位朋友一起去北冥公主，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？如何？公主，你回来了，老彭在等很多时了。大家钱财多了，无疑会削弱我们神宫的地位，削弱公主心中的地位，能够得到的也就会少许。明白了吗？公主，我这就去做。诸位，跟我来。诸位最终都选择留在我神宫，北冥不胜反击，我北冥也不瞒诸位，现在便告知诸位，雪域大陆。诸位也知道，九霄大陆号称神境，雪域是九霄大陆一块一个中品帝国所囊括的版图，也要比雪域浩大，而且一个中品帝国和下方有下品以及不属国的存在，这些都归属于中品帝国的版图的。现在，我让你们看看九霄大陆的地图吧。这块大陆好浩瀚，好多没见过的物，数之不尽。
看这里，这里都是血域。哇，这就是血域！浩瀚的血域在大陆的土之上，竟显得那么的渺小，仿佛是一块遗迹的角落。再看这里，是东海帝国的势力。东海帝国血域要大多了，而东海龙宫则是东海帝国的霸主。你们一路往北看，会发现东海越来越大，有许多板块他们没有过，只有强悍的宗门势力有力量大。你们现在看到这里了吧？这里九霄大陆的中心，圣城中州，在圣城四方之位，一股股势力都是极其的可怕。无论是我神宫，还是东海龙宫、玉天皇宫，对比在圣城四方之位，也都只是寻常势力。在这四方之位中，有着上品帝国、有明天的强者存在。而在这四方之位的正中，圣城的中央，九霄大陆的中央，才是武者的天堂。那里是强者如云的世界。是武者的天堂，强者如云的世界。血域竟只是大陆的冰山一角，而岳家不如沧海一粟。即便站在了血域最强的舞台，又能如何？与那圣城中州相比，神宫太渺小了。我需要更大的舞台。气馁吗？难道颓废了吗？或者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了？天才真的是天才吗？现在你们仅仅算是血域的天才，不能算是九霄大陆这无比浩瀚辽阔舞台的天才。其他人看到这大陆版图会感到渺小，而林峰却充斥凌天之意，野心勃勃。这就是心智武道之志，决定命运。看来这就是我不如林峰的原因吧。不，以你的天资，就应该放眼大陆，而不是血域。没有一颗踏破诸天的强者之心，能偏居一隅，如何成为大陆的强者？此次血域大比，最强的几位天才，即便是在中品帝国，也是最顶尖的天才。你们缺少的是强者指导，缺少的是强悍的修炼资源，所以东海龙宫等几股势力才会不惜千里迢迢来到雪域，伪装于人群当中，抢夺天才。原来如此。放开你们的眼界，真正的天才绝对不该属于一块小小的雪域。你们的目标
强者的能力？你们又是否知道尊武境强者的能力？你们又是否知道尊者之上的绝世强者的神通能力？尊者，没有触及过，再往上更是不敢想的。这浩瀚的神功，便是我神功之主的行功，是他的领地。在九霄大陆之上，尊武境的强者才能拥有“尊”字，号称尊者，受人尊崇。他们都会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，一片世界。尊者之上的强者更是如此，他们的领地能比你们一个附属国还要浩瀚，甚至也许比一个帝国都更浩瀚。而我口中的秘境，还要让你们去的地方，其实仅是一位1000年前强者的住所而已。而这人的实力，尊者之上。尊者之上，只是一个强者的种子，1000年的强者，可这强者比尊者更尊贵。这种恐怖的强者，随意吐口气都能将我们抹杀，梦都没有想到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！一个比尊者更强大存在的住所，他的宫殿浩瀚无尽，曾经他拥有仆人无数，他的仆人也许都是你们所仰望的尊者，他的奴隶也许都是你们想要踏足的天武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这样的一个尘封的世界，会有多大的机缘？难怪神宫耗费如此大力气来举办雪域大比，看来就是为了这绝世强者的事情。公主，难道这秘境10年就开启一次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西域恐怕已经被前人夺去不少了。还有，那至强者居住之地，恐怕拥有实力限制吧？对，那绝代强者的确设定了规则，他的住所唯有天武境之下的强者才能踏入，凡是天武境以及之上的强者踏入其中，一岳凌风，错，雪域大比虽然10年一度，但从没有哪一次的雪域大比这样受到重视。此秘境100年开启一次，按上这一次，也只是第3次开启而已。你们若是愿意踏入其中，也是第3批进入其中的人。100年一度，这是第3次，而且天武境之上的人都进不去，我们的机会似乎很大。原来如此，这些势力拼命地拉拢灵峰，拉拢造无道的地灵土原来是这样。以灵峰现在的实力，天武境之上一定就是敌我。这神宫进入秘境，若是得到保护，可能。若是你们成功进入秘境，神宫需要你们一样，其他得到的保护归你们自己，也可以神宫兑换其他强大的功法或武器，或者是其他保护。对，神宫一样的东西，都归自己。当然，我要提醒你们，地狱危机并不无解，进入秘境当中的强者，绝对不仅是你们，还有神宫本身的强者，以及他手下10万6千子，他们都和你们有一样的想法，踏入其中，夺得保护，进入其中，永远出不来。
都和你们有一样的想法，踏入其中，博得宝物；进入其中，就有可能永远出不来。这对我而言是一次莫大的机遇。我会进入其中，我也进去。还有我，我进，我也进。哎，还有我。好，那你们有谁愿意加入我神宫的吗？北神宫尽然欢迎之至，并悉心培养。不必急着告知我答案，我北明说过，你们的选择会有意义的。我已经让火恒去请尊者了。明日清晨时分，我会恭请尊者为诸位讲道、悟道。尊者讲道，尊者如天上的皓月与星辰，高不可攀。我没有想过，此次参加雪域大比，竟能见到传说中的尊者，而且此次尊者亲自为我们讲道。好了，诸位经历了雪域大比，也需要好好调理一番。去，带诸位去休息的地方，休养一夜。明日希望诸位都能有收获。林峰，我带你去吧。能将我们这一行8人都安排在一起。一处宫殿足以容纳8个人的驻地了，而且宽阔得很。可劳了，多谢。这里的月亮好漂亮，真是神奇的事。家乡的月亮，只是也如这里一样。家乡的月亮肯定比这里美。也许吧。月色虽美，却缺一曲琴音。你也是多愁善感之人。古道之途虽需要一颗坚毅执着的心，但若是无情，却太过没趣。难道你不觉得月色美景之下少了点什么吗？林峰还知情？或许你不如君莫西那般完美，但正因为不完美，你比君莫西更能吸引女人的心。没想到你的琴也弹得这么好。啊，一位老师教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明早见。尊者，人带到了。是他，是界域中那道模糊的影子。那帮助我的老者，就是眼前的强大尊者。你们为何而来？为武道而来。你们也都是吗？是。很好，既然你们都为武道而来，那么谁来告诉我，何谓武道？何谓武道？没有人能告诉我了。你们连武道都没有弄清楚，还谈何追求武道？武道，我大致分为几个过程：发掘自身力量，借助和利用天地的力量，掌控天地的力量，使用发掘出来的力量突破自己的极限，观悟借助天地自然的力量，利用天地自然之力量，随后掌控天地自然之力量，领悟其中奥义，使天地力量为我所用。最后你们也不需要考虑了。第一步，自身的力量；第二步，借助利用天地的力量；第三步，掌控天地的力量。
这是我对武道的看法，你们以为呢？大致可以如此说吧，天地自然之力让你们的神通手段变得强大，让你们的意志力量变得强大，让你们不断接近天地。这些都是靠借助利用天地的力量。谁能够借助利用越多的天地力量，读懂天地自然力量掌控意志，谁便更强。只有这样，你们的修为才能不停地精进。领悟了这点，你们再告诉我，要如何才能提升修为？拥有足够的真元力量，境界到了，自然就提升了。那境界又是什么呢？那境界又是什么呢？境界。那境界又该如何提升？境界应该是一种领悟吧，领悟越深，境界越高。境界是武者使用最为频繁，却又无法说清楚的虚幻之物。境界在一定意义上与修为划分得很好。境界到了，修炼迟早跨入你所在的境界。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利用我们的境界，修为上的境界，武道神通之上的境界。简单来说，修为就如这水，你们的境界就如这石，纹丝不动；而你们修炼就如这水，境界的提升便如滴水穿石的过程，水到渠成。想要让滴水穿石，有许多方法。你们可以改变水的流速，让同一时间有更多的滴水能滴落在巨石之上。你们还可以让水变得更锋锐，让每一次滴水碰撞巨石的力量更强劲。你们要滴水穿石更快，还要让这水每一次都滴落在同一地方，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水到渠成。你们明白了吗？相同的时间，有更多的滴水滴落在巨石之上，是勤奋；让水变得锋锐，增强撞击之力，是技巧，是领悟。滴水穿石，每一次都滴落在同一位置，是信念，是专注，是坚持，是一如既往，无限坚持。要提升境界，要还要靠天赋，靠力量，靠对武道的执着之心。你们都是血域的将领，
要去不断的领悟意志，火焰之意志，剑道意志，又或者苍天。即便同为天武之境，但一名领悟了强大意志的天武强者，另一人没有。领悟之人可以轻易击败另一人。在天武之境，你们要让意志圆满，跨入奥义之境，成就奥义强者。奥义对你们而言颇无不已，已经开始能够吞噬掌控一缕天地的力量。唯有奥义强者，方可成为尊者。还有一样，即便是天人合一，若心有执念，无法放下，心中有尘垢，依旧无法尽其天，成为天武强者。只有天人合一，心无杂念，人与天和，天与地和，才能完成玄武境界到天武境的蜕变。武道修炼勤奋，天赋对武道的执着，一颗坚韧的武道之心。追求武道注定是孤独，还有武也非常难。武魂也许能够决定你们踏入天武之后的命运。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武魂与生俱来，是先天之物，一直跟随你。武魂与你们的身体最为契合，是你们魂魄力量的一种产物。在跨入天武之前，你们领悟意志与武魂有关的意志最易领悟，如断无道的封印意志，地灵的苍天意志。而在天武之后，你们的境界越高，再加上跨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与天地自然更加的契合，冥冥之中会感受到一股与武魂相关的意志力量。你们去接触意志，跨入意志领域。大多数人领悟最深的意志都与武魂有关，所以一名天武境的强者，若是跨入了天武之后无法领悟意志力量，便是废天武，根本不是他人对手。而一名意志强大的天武，则能越级挑战。林峰，不如你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你的剑道意志是一种什么样的玄妙境界。剑道意志实质化。不错，这就是意志的力量，可以把一切攻击转化为实质状态。
这就是意志的力量，可以把一切攻击转化为实质状态。我可以再让你们稍微的感受一下奥义是什么力量。我领悟的奥义是风之奥义。风有变幻莫测之意，捉摸不透，看不见，摸不着。你们看清楚了？啊，人呢？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奥义的力量吗？瞬间移动，完全感受不到风的气息。跨入天武境界，你们还会拥有一种重要的能力，那便是灵魂的力量更强了。你们开始接触、运用灵魂。你们之所以没感觉，是灵魂之力还远远没有达到天武之境。我听说，在强大的势力当中，武道一途拥有捷径。那么，除了靠勤奋、靠天赋，以及靠心智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来提升天武的修为境界？当然，无论你踏入任何的境界，总能够拥有强大的修炼资源与修炼境界相匹配。天武境的强者可以利用意志之星来修炼，意志之精，其中本身蕴含着意志的力量，让人去感悟、提升意志。这意志之精定然是非常珍贵了。当然，就如神宫这等势力，意志之精也不会多，只会给最心腹之人使用。当然，在那皇者宫殿世界，肯定会有不少的意志之精，甚至奥义之精。想必北冥也对你们说过，踏入皇者世界当中，你们有一物需要交出，其他之物皆可纳为己有。那唯一之物便是奥义之精。一个比尊者更强大存在的柱子，他的宫殿浩瀚无际。皇者宫殿世界，尊者口中的皇者，毋庸置疑，定是北冥公主口中的绝世强者。皇者，难道尊者之上便是皇？到皇者，武皇。前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意志之精是如何诞生？意志之精可为先天意志之精，这种意志之精最珍贵。还有便是后天诞生而出的意志之精，例如一柄拥有意志生命的利剑，当它在一处地方放置了久远的年代，便可能诞生出剑道意志之精石。又比如一名强大的武修，当他在一处地方闭关修炼、领悟意志之时，也有可能诞生出意志晶石。奥义之精也同样。我明白了，谢尊者教诲。你们还有谁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？既然没有，今日也到此为止。诸位都去吧。听尊者一席话，真是有种怅然若失之感呐。是啊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是我家里有收获了。现在就有一个机会，跨入皇的宫殿世界，在那里也许能得到意志之精和其他重宝，好期待啊！见过尊者，想必诸位对武道有另一种认识。但我想再问问诸位，有谁愿意加入我神宫？我神宫定不会亏待的。我愿意加入神宫，我也愿意，我愿意，还有我。一个莫急，有，可以了。你们注意一下吧。灵魂的防疫，灵魂清楚。按理说，本为有事的之人，而且为同伴之主，不再加入这个干系。是多谢灵魂防疫。
修炼、无忌操路，其他也没有任何的限制。一级上品功法武器太珍贵了，对神功内功之人可以任意挑选修炼，这就是强大宗门势力的优待。想当初我依靠奇遇，才得到了地级下品功法大刀诀、14影杀术，可见在这里，地级上品都可以任意挑选。此次学域大比，你得到了第一，神功自会给你赏赐。若你愿入神功，我本可以让你入第2层大殿，挑选天级神功功法。而你拒绝入神功，但本宫依旧不会亏待你，会赐你一套天级功法或者武技，不过却无法让你自由选择。你告诉我，你想要功法还是武技？又是哪一类的？由我来帮你挑选。天级的，若是林峰愿意加入神宫，天级的神通能力都任由其选择。真不明白林峰为何拒绝。天级功法有大日焚天经已经够了，而武技神通我有九转复活功，剑道力量，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，都是超级强大的手段，不会比天级弱。疾风，我要提醒你一声，天级的功法武技已经暗含了意志的力量，能够促进对意志的领悟。你可以挑选一套剑诀。剑诀，我已拥有银血剑，领悟5重的剑道意志，再加上脑海中荒无虚空中的那一柄剑，已经能够促进对剑道意志的领悟，不需要剑剑。攻击防御的手段很多，功法已经大，现在最缺什么？似乎便是身份。在雪域大比面对其他强者的时候，我的身份压制不了其他人，靠的是剑以及其他的恐怖手段力量。所以，我需要一套身法武技，最好是拥有风之意志的武技。好，我去帮你挑选一套天级身法武技。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好好挑一挑。也不知道北冥公主会拿什么武技出来。可惜啊，君莫西也不愿意加入神宫，否则天级的神功武技也可以挑选。久等了，林峰，这套风气9天乃是天级下品武技，炼之可悟风之意志，你收好。多谢公主。云莫西，你们4人，若是愿意入我神宫，我也可以赏赐你们一天级功法武技的。可惜你们都拒绝了。这大殿的功法武技，你们就随意挑选吧。
5套以内可以直接带走。另外，还有龙山帝国的大礼，我会派人亲自送往龙山帝国。君莫西谢过公主好意了。至于我个人的赏赐，我便不用了。多谢公主，不用了。我现在专心修炼好自己的功法武技便好。我也一样。那我便不客气了，公主。公主，此间事已了，我也想离开了。入皇者秘境时间地点，还请公主告知。届时我自会自己到达，替神宫入境内。这些你们拿好了，这里面有我们这一整块区域的地图，王者秘境我已标注好，3个月之内你们务必要到达。好，保重，我们3月后见了。公主，您先回吧。好，你们走吧。林峰，我很期待你的未来，祝你好运。还有我，林峰，希望你会记得我。李前辈，金蝉，我林峰一定会记得你们。走了，保重。就剩下我们几个了。对，就剩下我们几个了，一起吧。要回雪月，正好也要经过龙山帝国，顺道而回，也相互有个聊天之人。你父亲回去了吗？在我们入神宫的时候，他便先回了。我们先去镇台一趟吧，那里还有人等我们。来，是林峰，还有君莫西，看来他们真没有选择加入神宫。就回来这几个人，其他人应该都留在神宫了。殿下，坐骑已备好，是否现在就启程回龙山帝国？好，启程。孽畜，跑不掉的！了，没想到能遇到上古妖兽穷奇。是上古凶兽穷奇，竟有这等妖兽出现了！穷奇是我召唤，你是要占为己有吗？走！林峰，这穷奇竟是林峰的坐骑，亲眼目睹了整个雪域大比的过程。林峰的实力有多恐怖，我也看到了，连顿无道和地灵都败在了他手上。混！割肉了！小雅、阿蛮、夫君，上来，我们走。好嘞，峰哥。来了，哥哥。此番我们龙山帝国来参加雪域大比，乃是最为成功的一次，都取得了不错的名次。悠悠，你不拿几壶酒出来庆贺一番？我堂家酿的酒都不够我这么挥霍，拿去。阿蛮、夫君，这酒可是好东西，来，多喝点。好。
突破吧！好酒！龙哥，在军中，我们可从来没有喝酒的机会。阿满，军中如何？还有柳枝屋，他还好吗？我长期国运征战，消耗极大，这也就罢了。后来吴越撤军，不再进攻段任地，但是西北方向的厉云竟也横插一刀，要夺我段任地。军中缺少精锐之军，只是死守段任地，每天都要交战不息。更可恨的是，我们缺少后勤，雪月国从来不会补给我们。同时，固然疗伤药物、弹药、兵器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像是被遗弃的草莽之军，在和别人两国之军对抗。你说，将军，他能好吗？我们本就是雪月义军，上一次若非封口，我们已被自己护卫的国家所灭。雪月没有从背后捅一刀，也很客气，我们还能指望他们？没有情况。回到行军，好。军中将士愈会欣喜万分，这比翼光。长江一线，没有将军和小姐，我方哥今日的成就，大吃一惊吧。来，我们喝，军中将士。温的学大，龙山帝国有6人踏入前16席位。这也不意味着其他3大帝国势力能瓜分剩下的10个位置，这确实太难得了。还有更震撼的传言上，是雪域大帝的席位。当然，龙山帝国一方的势力，君莫西殿下夺得第4，但想必也差不了太多。龙山帝国的君王以及各大势力的人都全部来了。很显然，这次雪域大比，龙山帝国一方是真的夺得了荣耀。就是不知是何人夺了第1席位。日月，现在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日月，很快我兄长就要回来了，他已经传言于我。虽然此次没能踏入雪域大比前16席位，但也是收获不小，周围进步非常大。等他回来后，我便向霍家提亲，我的家族也会大力支持于我。我没兴趣。行，日月一男女一事，你能看上日月，是我霍家之荣幸。此事还是不要再提了。不信，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好客之辈，高考一口是仗兄长，只知道倚仗兄长救命的强大。霍九阳，我已经很给你面子，你要给脸不要脸。等我兄长回来，担待不起，不识好歹。哇，好像是他们回来了。哦，兄长回来了。是龙山帝国的要哨，咱家雪域大部的人回来了。谢君莫西殿下，龙山帝国第1青年，不知道他夺得了怎样的荣耀。是他。是林峰，真的是林峰。他师宗并没有死，还好好的活着。林峰还活着，而且参加了雪域大比。他还活着。好。此次雪域大比，我龙山帝国以及附属国一方，共有6人进入前10席位，4人进入前6席位，前4席位有我们3人。而且，雪域大比的冠军也是我们龙山帝国一方势力。这一次，辛苦诸位了，你们为龙山帝国带来了荣耀。
好震撼的战绩！雪域大比的冠军也是龙山帝国一方势力的人，是谁啊？景猛阁、景猛心，雪域大比第10名，你为帝国带来荣耀，谢谢。云飞扬，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是哪个国度之人，是我龙山帝国，还是天风国或者雪月国之人。但无论你是哪国之人，此次你获得雪域大比第8席，你为帝国带来荣耀，谢谢。是他！昔日皇城那场战斗，此人以弱胜强，让人震撼。没想到在雪域大比天才的舞台，竟然获得第8席位，太难得了。唐家唐悠悠，雪域大比第6席位，你为帝国带来荣耀，谢谢。王氏君莫惜，雪域大比第4席位，你为帝国带来荣耀。现在我册封你为龙山帝国太子。太子？君莫惜，他只是第4席位。获得雪域大比第2席位的雪月太子段无道没有来，但我同样感谢他为帝国带来荣耀。第2和第1都是龙山势力的，第2是段无道，还有第1呢？雪月、林峰，你站在了雪域大比之巅，你为龙山帝国带来了最高荣耀，站在了巅峰之上，终于龙山帝国站在了4国雪域之巅。谢谢。君王竟然对林峰鞠躬了！林峰，他竟夺得了雪域大比的冠军，这目光干净、云淡风轻的青年，竟如此的强悍。林峰，你能站在雪域大比的巅峰上，太震撼了。叶枫，我听说你乃是雪月国赤血侯，现在我以龙山帝国君主之名义，赐予你龙山帝国赤血红位，同时册封你雪月人君之名。我会亲自派人随你一同前往雪月，昭告天下。今后你见雪月君王，可不用行礼问候，你与雪月君王平起平坐。与雪月之君平起平坐之称号，谢谢君王。这个地位已经不亚于一方君主了。雪月国人君之名分，如今的林峰获得雪域大比之冠，身躯一过，我似乎和他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了。
这就起草诏书，让蓝山随后前往雪域。蓝山，这任务就交给你了。遵命。哈哈哈哈哈！林峰，恭喜呀！前辈能带林峰来龙山地博参加雪域大比，林峰还未很羡慕。你就别折煞我了，这前辈二字，如今我可担当不起。以你的实力，哎呀，不说了，好好努力。燕晨他在雪域大比结束之后，也直接回了地府，不幸也潜心修炼去了。你们都有无法预计的未来。得回去准备诏书了，走啦。回见了，各位前辈。要回去了吗？那保重。你也一样。3个月后见。你就不准备陪陪我们，就这么将我们抛弃吗？我离开雪域也会3个月之后，再相见。谁知道那时候你还会不会认得我这小女子？行吧，如此的美，我怎么忘记？然而你也会哄女人开心呀。林峰，有机会不要忘了来龙山帝国看望我们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会来龙山帝国。滚开！过时运的时候，过时运，你进是吃罚去。完了！完了？你是在说梦话？京城谁能动我？谁敢动我？我。谁？你叫崔无命是？他是你的弟弟。石玉峰，不行，我就得罪林峰了。为什么林峰与我旗鼓相当，甚至还不如我？或许需要仰视林峰。不是，那你滚吧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带吴昕离开。可是能不算吗？不能。玉，你想要这份？你决定吧。不是，二公子，二公子死了！这样公法，我家什么关系？时运是我妹妹，你说她摔过妹妹，该杀！你明白吗？妹妹吗？石墨烯，我妹妹，你帮我照顾。没问题。我也该做我的事情去了。诸位，3月之后再见。各位保重，我也走了。